出入境的手续是我们一路行来最大的噩梦，但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一向以兄弟相称，所以这也是我们最顺利的一次入境。每个人的护照上面盖了一个小蓝三角，便畅行无阻。过了境，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加油了，因为所有的车燃料已经耗尽。于是我们来到离边境最近的一家加油站，但是这里的加油设备也着实的让我们驾驶吓了一大跳。得啊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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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太肮脏了，漏油漏成面，怎么对？还有泥土、沙子，什么都有。哎，加吧，加。不用这个，不用它这个。阿飞啊！阿飛 ，too dirty，it's not good for the car。阿飛，我哋拆個油桶落嚟啊！我哋揾個油桶泵翻，攞翻佢唔得啊！咁樣搞法，污糟到嘔啊！未行到尼泊爾已經塞咗了。加不用這個加，我們用那個加。那你這個5個車得加天黑了。它这个很肮脏，还有就是它会溶，就是怎么样，掉在油缸里面的，这是塑料。洗干净了，洗干净了，洗干净了。那我们现在这里呢是一个加油站，是一个国营的加油站。但是国营的加油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机器啊，非常的可怕，它连那种电动的加油的那个设备都没有，而且还用人手动。那什么手动怎么动呢？就是把这个油加进那个小油桶里面，然后再用这个油桶呢慢慢加进我们的加油嘴里面。而且听说它的油呢，因为杂质太多，我们还得拿这个丝袜来过滤，真是太可怕了呢。那个布里面很多沙子，我也想，这个就是沙子，看见没有？这里加油都是这样子的吗？那条件比较差了，因为比较靠近边界，那肯定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如果到大城市没有问题。走完了险恶的中东金三角，也是我们第一次有心情细细的欣赏这个和我们一直非常友好的国家。但是贫穷是这里给我们最鲜明也是最突出的印象。对于我们这群远道的教客，人群们好奇的聚集，但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个个灰头土脸，但他们似乎不察觉自己的贫穷和脏乱有何不妥。灿烂的笑容中，只见到他们乐天的本性。现在呢，我们发现在加油站旁边呢有一个做这个所谓 naan 的地方。naan 呢就是这个像印度人啦，然后巴基斯坦人他们吃的这种饼。然后这位老先生用非常传统的这个老的这个叫什么窑啊，在烤饼呢，看起来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没有当地的钱，所以我没有办法买，我不晓得怎么办，好急哦。对于我们这些已经10个小时未进低米的强行军人来说，从这个地道的土窑中烤出来的馕饼，不时散发出烤焦的味道，简直胜过满汉全席。如果此时能吃上这样一块饼，绝对梦里也会笑。我借到钱了，我可以买饼了，老吴救了我一命。我在旁边，哇，这是什么钱？这就是巴基斯坦的钱，卢比。我们今天中午呢，因为一路赶路的关系，所以大家都没有吃午饭。我觉得我应该买一些饼回去解救同胞们。他们这个饼好像就叫馕，呀，跟印度人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对不对？叫馕。但其实我们在香港的餐厅里面也吃得到，但是那个都是已经改良过，还有加什么大蒜啦、葱花。How many？ 我们应该买几个呢？10个，10。我得找个东西。还可以。好烫哦！刚刚从那个窑里面拿出来，好好吃啊！就是这个可能就是那个当地的叫吊炉饼吧，烤炉饼或者叫吊炉饼之类的东西。而且我到这儿来也是，你看，5天了，我第一次吃这种。是吗？而且是刚刚出炉的，特别好吃。旁边的小朋友看的眼睛都快掉出来了。馋死我了！他这个车翻的完全是在路面。我们是走左边条道下去。短短的500公里，看到不下10次的翻车，也许在巴基斯坦这是家常便饭，但却也为我们这群初来乍到的远行者有了另外一种的震撼。
因为我们所有的司机在习惯性驾驶15000公里之后，也由于交通法规的不同，突然之间所有的对手车在这里改为了左舵驾驶。于是所有的司机无论是超车或者是处理紧急情况的方法也要随之改变。开车容易，但是想要改变长期的习惯却是一件难事。如果稍有不慎还按原有的习惯驾驶，我们可能也会加入翻车的行列。尤其到了夜间，独眼龙到处乱窜，再加上山路崎岖，行车简直如同进入人间地狱。像进入巴基斯坦之后呢，又有一个比较潜伏性的危机，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般在这个国内啦开车，我们习惯的是这个靠右，大家到行人啊、汽车都要靠右边走，所以我们的驾驶人是在左边，所以他们在超车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容易清楚的看到对方的来车。但是呢，进入巴基斯坦之后呢，变成是所有的人跟车全部要靠左边行驶，而我们的驾驶员也人在左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换这个驾驶方向盘，所以每当他们要超车的时候，要往右边超车过去，所以他们完全看不到对方来车的情况，所以这个坐右手边呢，我们就称之为副驾驶了。所以这个副驾驶呢，这个责任非常非常重大。所以呢，当我们这个晚上精神不济的时候，就常常看到我们的这个驾驶员闪出去一下又闪回来，闪出去一下又闪回来，所以呢，这可以说是一路上惊险万状。道路坎坷，路面不平，大家可以说是心急如焚。偏偏在前往巴基斯坦西部城市奎达的夜路上，5号的車爆胎了，于是車隊停下來以最快的速度來修改。經過1天1夜的行程，到達奎達的時候已經晚上11點多。據說奎達是一個有很多古色古香建築物的城市，當地的居民也很和藹可親，但是我們個個累得已經無暇顧及。第二天一早，我們又驅車前往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蘭堡。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了。那在我们来这里之前呢，已经听说这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都市。结果呢，没有想到我们到达之后，这里的这个整齐跟干净，还有它的美丽，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在我们进入巴基斯坦的境内之后呢，经过了几个小的都市啊，以及城镇，那里的尘土飞扬跟这个秩序交通的这个脏乱可以说让我们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说这个伊斯兰堡简直跟它的其他的地区呢，有如这个天壤之别，简直就像另一个世界一样。伊斯兰堡像是樊篱中的一个城市，它与外部的环境简直是两个世界。这里不但没有厚积的尘土，而且空气清新，规划整齐，绿地草坪随处可见。这也就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巴基斯坦人要在建国14年后舍弃旧都卡拉奇，而选择在马拉山脚下的伊斯兰堡。此外，老巴还找到了当时欧洲著名的一群设计建筑师，在1965年建成了这样一座具有伊斯兰风情、世界上最年轻的进口城市。现在在我身后呢，这个圆顶的建筑也可以说是非常富有这个浓厚的伊斯兰文化建筑色彩的这栋建筑呢。原本它是这个叫做总理秘书处，但在97年谢里夫上台之后，他为了要表示廉政，因为这栋建筑呢不但造价非常的高，而且它的保养的费用也非常的高，所以呢他就决定要把它拍卖出去，能够增加一点政府的库收。但是没有想到这么长的时间呢，仍然乏人问津。那当初拍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要表示廉政，但最大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谢里夫在10月12号被逮捕之后呢，现在法院要对他起诉，其中的一个罪名呢就是搞腐败。这里是伊斯兰堡的费萨尔清真寺，巴基斯坦的回教教徒每天要在这里做5次祷告。大家都知道，巴基斯坦和印度原本是同一个国家，都属英殖民地。后来也由于宗教的冲突，使得印度的国大党以及全印穆斯林联盟发生分裂。在1947年通过了蒙巴顿方案，把英属的印度一分为2。而巴基斯坦在1948年8月宣告独立，在巴基斯坦独立印巴分家的时候，也曾经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交换。
在印度的回教徒纷纷迁入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也迁回印度，双方交换的人口共达1200万，而在途中死亡的已经有差不多60万人。刚刚呢，我们搭的这个巴士呢，在城里绕了一圈呢之后呢，我们发现，也许呢，是因为伊斯兰堡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所以它整个街道呢规划得非常的好，而且绿化也非常漂亮。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伊斯兰堡本身呢，以前是一个丛林，那他们在这个丛林里面在做一些街道的规划啦，这个区域的规划，所以每一个区跟每一个区中间的绿化呢，都非常非常漂亮。那现在呢，我们在路上发现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清真寺，叫费萨尔清真寺。听说这个费萨尔清真寺呢，是这个全巴基斯坦最大的一个清真寺。那它最大的特色呢，我想就在于呢，它有4个这个叫拜塔。那什么叫叫拜塔？叫拜塔就是要叫你过来做崇拜的这个塔。那一般的清真寺只有2个，而这个费萨尔清真寺则有4个。而且呢，听说它这个费萨尔清真寺呢，除了是由这个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捐赠出来的呢，它的设计师也是来自土耳其的哦。有人在路边卖东西。能够深入当地的手工艺市场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今天就要先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一家卖披巾的商店。Okay, this is more silk. 虽然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这个质料上面有一些区别。像它这个是 cashmere 加上很多丝在里面，60%的丝，所以这条呢就要1600卢比。果然摸起来的质感是比较好的。那事实上呢，我觉得这个伊朗跟巴基斯坦最大的差别呢，到了这个巴基斯坦之后是不用再围头巾的。但是还这个街上男男女女，大家还都是包得密密麻麻。我想主要一个原因可能因为这里风沙很大的关系。那这里呢，他们是一个属于比较温和的这个伊斯兰教国家，所以他们并没有非常硬性规定说女孩子一定得包头，你高兴包你就包，你不高兴包就不用包也没有关系。来这里一定要大肆采购一下。80% cashmere goat wool, 20% cashmere silk. 他说这个里面呢有80%的这个 cashmere goat wool 是，然后20%的 cashmere silk， 所以呢这个大概是最顶级，这一条就要3000多卢比啊，你差不多折合美金是60-70美金啊。刚才这条上面有绣花的也不过才1200卢比，1200卢比才20几美金而已，这个差价真的是非常的大。但是，就我们一下车呢，到这个伊斯兰堡最大的一个应该算是传统市场的地方啊。这里除了卖这个牛啊、卖羊啊、卖鸡之外呢，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可爱，就是他用脚夹着这个刀，然后去片那个肉，不管要多薄、多小、多细的肉片，他都可以用脚来把它片出来。然后旁边呢，就看他在煮这个当地传统的食物了，这应该是鸡肉吧？鸡肉。我本来以为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呢，应该是主要以羊肉为主的。后来原来这个听说他们在这里呢，如果有人到你家里做客，你请他吃羊肉的话，这已经是最高档的待遇。就好像这个中国人，你到人家家里做客，人家请你吃虾、吃甲鱼这么高级的，万万没有想到。但他们的主食还是以饼为主，小麦面做。小麦饼。然后它这里面的佐料主要还是有这个西红柿啦、洋葱。西红柿就调颜色嘛。他们因为不用我们的那个酱油。哎，他们也吃香菜的。调一下香菜，其实很香的。你说你提问吧。现在呢，我们在他们市集的一个角落的一个小吃店里面。那由于我们不敢吃街边的食物，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领队给推派出来，让他示范一下这个当地的食物要怎么吃的。So this is the typical food of Pakistan. Yeah, this one is lentils. Lentils. Lentils 就是他们一种豆类的东西。This is called naan. This is called naan. Yeah. OK， 这个叫 naan， 对，我们当初刚进巴基斯坦就试过这个。那事实上我知道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饼呢，比这个更薄，薄薄的一片，那个东西是用麦做的，是没有发酵过，那个东西又吃起来更加的结实，就是比较不容易饿。And this? And this is mutton legs with curry. 他们说呢，因为左手不纯洁，所以一定要用右手吃东西，不可以用左手抓东西。OK, let's start. Break the bread like this. With the right hand. Dip it. Like this.
Never left hand. But how do you eat this? This also the same. 他连吃肉都可以只用手，而且一只手。OK, show us. Again, eating meat. Yes, please try the meat. Don't be shy. Just eat. 很好吃啊！老许现在也是老八了，我是个老八。那我就让我这个小八也来试试看。很辣的。辣椒面。辣椒面。听说呢，当地的穷人啊，每餐只能够吃这个豆子加这个饼，那基本上有钱人才可以吃这个有肉的东西。刚才我们请我们的导游点东西，他不好意思点肉，他只点了一盘豆子跟一盘这个酱而已。是后来我们要求他，他才又点了一个羊肉出来。Go ahead， 好吃。这辆花枝招展的大花车巴士是巴基斯坦的特产，可能是他们的生性乐观，所有的车都会被打扮成这样子，花花绿绿，千奇百态。当我们一进入巴基斯坦境内呢，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很多这个大型的卡车，而且这个卡车呢装潢的花花绿绿，上面什么颜色都有。那想当然尔应该是为了安全起见啦，就没想到我们一进来这个伊斯兰堡之后呢，发现连这个大巴士载人的大巴士都得装潢成这个样子。后来才知道，原来呢他们这个巴士的工会啊，每年都会举办一个所谓的这个巴士装潢的比赛。如果你得了第一名的话呢，他会发给你3000卢比，而且呢他会发给你一个证书，所以你就可以招来更多的这个客人。为了寻找大花车的改装地，我们驱车前往拉瓦尔品地，找到了一家制作大花车的工厂。据说这个周边呢有不计其数的花车制造厂。厂里的工人告诉我们，制造这样子的一个浓妆艳抹大花车需要10个人20天的工作天。那是人家车主把车送来让他装修，还是他们装修好之后才把它卖出去呢？ ये जो गाड़ी है, जो मालिक आपको दे के डेकोरेशन के लिए या आप डेकोरेशन करके वो खरीद बेचते हैं? नहीं बेचते नहीं है, हम काम करते हैं. 是人家把车弄过来让他们装修的。那谁来决定什么样的造型呢？还是他们决定，还是车主来决定？ कोई चीज देख लिया है ना, कोई परिंदा है, कोई चीज देख लिया. 所以 fix नहीं，它没有完全固定的，就是靠自己的灵感，或者今天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看到一个鸟，完了就可以。那只要客户喜欢的，他就可以把它弄上去，画上去。就是他是主要负责设计的部分。负责设计的。那像这样子一辆花车，平均来讲，大概从多少起价？ अच्छा, ये इस किस्म जो गाड़ी है डेकोरेशन करने के लिए जो बुनियादी इसकी कीमत खर्चा कितना हो? खर्चे तो सोचिए कितना हो? तकरीबन 2.5 लाख. 2.5 लाख, 2.5 啊，2.5 लाख 是2.5 लाख 25万卢比。25万卢比，25万等于是500美金。这是什么样？这是不锈钢吗？ ये क्या मटेरियल है? ये स्टील है, ये भी जापानी है. 这是日本进口的。远远看起来好像很复杂的大花车，原来就是出自于这一块块别出心裁的花铁皮。但是你一定想不到，这些图案的设计可都是出自于这些工人们天马行空的想象。除了花铁皮之外，还有灯的设计以及布的装饰，使得设计出来的大花车不但每年在大赛中得冠，还能吸引更多的客人踏车落座。你看到这块黑布了吗？通常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大概除了灵车之外，不会有别的车挂黑布了。但对这人来讲呢，这个黑色是吉祥的颜色。挂上这块布之后呢，就可以保证这个巴士绝对的安全，还有辟邪的作用。现在呢，我们可要上这个巴士来开眼界了。走了。那 OK。然后车上拍几个咱们的车，就是以上帝的名义开始。以上帝的名义开始。由于看到我们摄制组的关系呢，这班车呢在2分钟之内已经爆满了，因为看到有摄影机在上面，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兴奋。到现在还有人在外面拍打这个车子。
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我们可以来参加巴基斯坦当地一个政要儿子的婚礼。基本上呢，能够在这样子等级这个结婚的人呢，肯定是来头不小的。而且呢，他们这个巴基斯坦当地的结婚跟我们中国人结婚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中国人结婚可能这个男方要包办一切，要招待所有的负责所有的费用，要买很多很多东西送给女方，有这个聘金什么的。但是在巴基斯坦要嫁女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么多的宾客，他们这个吃饭的钱啦，还有他身上这个穿金戴银呐。听说呢，随随便便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这个嫁女儿的时候，身上这些首饰可能就重达1斤多啊。然后今天由于我们的新娘子呢，更是非常的特别，所以她身上除了有金子之外，还有很多很多闪闪发亮的钻石。刚她入场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摄影师眼睛已经发亮了，一起去看看。走在这里面，就仿佛进入了儿时读过的阿拉伯爱情神话故事，场面豪华艳丽，爱情美妙绝伦，真是让人羡慕不已。在巴基斯坦，男婚女嫁都是要遵从家长之命，而且多是近亲结婚，据说这是为了巩固家族的势力，并且防止财产的外流。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大街上常常遇见成群的残废人原因。在巴基斯坦，嫁出去的女儿不但是泼出去的水，而且永远成了家庭的奴隶。不管你受过如何高等的教育，结婚后的女子都只能够在家中生儿育女，不得参与社会工作。我们在这边呢，已经埋伏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巴基斯坦传统婚礼的仪式。但等了半天呢，为什么也不见有人这个吹乐器啦、跳舞干什么的？后来我就跟这个新娘的父亲谈了一下之后呢，他告诉我，事实上所有的主要仪式呢，已经在前天晚上举行过了，也就是在他们家里面呢。签订这个结婚证书，然后交换戒指，然后他们男方跟女方的朋友们呢，会在家里面唱歌跳舞。然后呢，今天是第2天，今天所有的仪式非常的简单，只是请他们亲朋好友来这边吃饭。然后呢，他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会给这个红包啦，还会买这个礼品。但是他跟我们不同，他们是会把这个红包直接交到新娘的手上。那过完这第2天的仪式之后呢，在下个星期二，就是过了3天之后，他们要飞到那个 Karachi 去，在这个男方的家里面再请一次客。那听说呢，一般这个巴基斯坦传统的家里面的婚礼呢，大概是3天左右。但是因为这是大户人家在结婚呐，所以听说要历时2个星期，真是苦了他们。看看这个新娘的笑容，从刚才一进来的笑容满面，到现在已经有点开始不耐烦了。इधर से है ना रास्ता। Can you tell us what's your name? Aisha. And how long you been with each other? 1 year. Only 1 year. How do you feel now? Really nice. Really what? Very nice. Very nice. And you? We really need to leave now. Okay. Sorry to disturb you. Bye. Salman. 事实上呢，我们在来到巴基斯坦之前呢，预期它的物价应该要比我们想象的低，但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其实东西也不是这么样的便宜。但是呢，今天来到这个鱼市场之后，我们发现这里的鱼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呢？不管是什么鱼哦，鲶鱼啊，什么，甚至于这个黄花鱼，在国内非常贵的鱼呢，在这里全部一口价60卢比1公斤，也才等于是8块钱人民币1公斤，便宜吧？自己挑吧。在这里呢，可以说是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甚至于这些家里的艺术品啊、地毯啊、所有的古董啊，都是可以在这个地方买到。那这里呢，大概是伊斯兰堡最平民化的一个地方吧，因为大家基本上所有的穷人啦、一般的平民人家百姓，主要买东西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像大家现在看到这些东西呢，很多都是2手的，也是一些穷人在这里买2手衣服的一个好的地方。
今天在这里呢是星期天，他们说也是最热闹的一天。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伊斯兰教国家呢，主要是休息星期五。但是呢，这个话说到97年谢里夫上台之后呢，他认为这个伊斯兰教要休星期五，但是到了星期天的时候呢，又是这个西洋人的这个假期，所以呢，大家在这几天呢上班都不专心了，所以他就说以后星期五不放假了，全部改成星期天休星期天。所以呢，这里呢也就怎么讲啊？顺着那个潮流吧，本来是星期五最热闹，现在就改成星期天是最热闹。这个市集呢，一个礼拜只开3天，是星期二、星期五跟星期天。在这个市场里面，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二手货，尤其是布匹的价格更是低廉。巴基斯坦是世界上主要的棉纺品出口国。但是由于近年来周边国家的纺织业冲击和天公不作美，使得巴基斯坦棉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现在您看到的是位于卡拉奇的贫民窟，环境肮脏，景象不堪入目。据导游介绍，如果是周末，还可以看到大批平民聚集的场面呢。一路上过来，我们永远看到的是贫困。这个贫困呢，可能到了我们这个巴基斯坦的南部，就成了一个集大成了，集贫困之大成。我们这些人对贫困其实都并不陌生，但是也从来没见过如此彻底的贫困。我所说的彻底是，贫困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没看到整治它的痕迹。没看到他要走出来的希望，没看到，所以这样的话呢，成天看到无数蓬头垢脸的人站在路边，无所事事，环境那么肮脏，他们身体很好，可以随时的可以创造财富来改变自己生活状态，但是找不到这条路，这个实在是。在我们因为进入巴基斯坦是整整走了2000多公里的路，这2000多公里的路那个观感，那就不是一个局部的观感了。我们一开始还有点担忧，是不是像任何国家一样，总有一个地方比较贫困？但是整整2000多公里，我们看了地图，那绕了这个国家很大很大的一个部分以后，那我想我们是可以做出判断了，这个贫困是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在非常幽默的想，如果联合国的官员或者是外国的领导人，他来了几次伊斯兰堡，以为了解了巴基斯坦，那我们就哈哈大笑，因为离开他只要10分钟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差别，是非常严重。那么我们在这个旅馆里边，每天晚上也都看到西装革履的那种，大量的人物的进入，他们的豪华的消费，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小小的一个家庭仪式，会引来那么多的宾客。那么，这个状态我打听了一下，他们确实有一个极其富裕的阶层，极其富裕的阶层。他们好像没有中间层次，要么就是极端豪华的，完全进行在高层次国际享受的人，要么就是赤贫。这天早上，我们不小心在路边发现了一所露天学校，这是方圆3公里之内的唯一一所学校。一群4到12岁的孩子们高声读着《古兰经》。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巴基斯坦是属于世界上文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男文盲有52.9%，女文盲有78%。那现在我们看以前看到这位老师呢，原来就是教英文的老师，我们来跟他谈一谈。Okay, the kids here.They start to learn English from how many years old? कितने साल दे 5 साल ਦਾ ਜਿਹੜਾ ਬੱਚਾ ਹੈ ਜਾਂ ਉਹਨੇ ਤੋਂ ਕਿਹੜੀ ਉਮਰ ਕਿਹੜੀ ਤੋਂ ਇੰਗਲਿਸ਼ ਸਟਾਰਟ ਕਰ ਰਹੇ prep class from prep ਇਨਕੇ 1 class from 1 class one oh the first class you mean that time a child age is 5 years oh okay 原来这英文老师呢，我跟他讲英文的时候，他也得需要翻译的。这个英文就有待这个考察了。他说呢，这个小朋友从1年级就开始学这个英文，学到5年级。所以其实我们一进入巴基斯坦，他们就是说是其实当地的这个官方语言应该是英文才对，但是感觉上呢，这个英文好像不是太普及。我在想，可能这个教育的比例上面还不够高的关系。
Then the body जो थे afford this charges. Not only pay only 1 rupee. 1 rupee per month. Okay, 1 rupee for 1 month. 因为呢，他说这是一个蛮贫穷的地方，所以这些小朋友们上学呢，1个卢比可以上学1个月，其实真的是等于是义务性的教育了。啥 ？6 years old. OK.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小朋友呢，大概就是4岁、5岁、6岁左右。而且我刚才问到他们老师呢，他们上学的时间大概是早上8点45分到下午3点钟。而且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其实住的距离都蛮远，都住在1-2公里以外的地方。那我问到他们怎么上学呢？他们每个人都是走路来上学的。那我就很好奇，他们应该在哪里吃午餐？他说他们自己会带午餐，但是呢，这1排2排小朋友呢，我只发现1个人有带午餐，带了一个便当，大概就是这个小朋友。我让你们看看他带些什么东西。噔噔噔，就一个这个巴基斯坦人吃的这个饼，这就是他的午餐了。因为他们说呢，其实这个区域呢，来这里上学的，因为这是属于一个政府办的学校，所以来这边上学的小朋友，大概是都是家里比较贫困一点才会来这个地方。而且他们说呢，可能有些小朋友就是1天可能只吃1餐或2餐，有时候这个中餐呢就干脆就不吃了。所以你看。小朋友的袋子里面根本连午餐都没有，多么令人难过！我应该是把我的食物全部拿出来给他们。当我们一到达这个伊斯兰堡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共同推荐的一个一定要去的旅游景点呢，就是塔克西拉了。到底在塔克西拉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看呢？在这里呢，我们知道除了塔克西拉是佛教艺术的发祥地之外，在这里还有一个佛教大学，还有一个佛教的这个文物的博物馆。此外呢，还有这个唐三藏当初讲经的地方。再来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一个古城了。这个古城呢，是在1948年的时候，在这个英国的一个考古学家发现，而这个英国考古学家呢，竟然也是根据当初唐三藏写的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呢，然后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挖掘到这个古堡的。古堡的名字叫做塞卡普，2000多年前亚历山大东征军队和当地的百姓在平地所造出的一个希腊城市。相传亚历山大喜欢在征服的土地上搭建各式各样的城堡，也借此把希腊文化带入被征服的土地。而这2个门呢，也就代表了当时希腊文化和当地的印度文化中西融合。而这种文化的侵入和交融，也使得塔克西拉成为人类历史文明的一个闪亮点。走在城堡中，想到亚历山大竟然在如此遥远的地方搭建一个希腊城市，不觉感慨万千。这整个这个古堡呢，是以一个这个叫西洋棋啊，也就是国际象棋的这个格局，就是一个像田一样这样子的排列情况。那我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双头鹰的一个纪念台。那双头鹰代表什么东西呢？双头鹰听说呢，当初呢，在这个塔克西拉这个国王呢，为了要欢迎这个亚历山大他的队伍进来，为了避免战争，因为当初这亚历山大的这个军队有一个旗帜是一个鹰，一个头的鹰的形状。那为了要欢迎他们，避免发生战争呢，所以就把这个标志呢变成双头鹰。这双头鹰一个代表就是一个代表友谊，一个代表权力，也就是他们这样子和平相处下来。刘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像你讲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时候，其实上是一个侵略性的行为，但是我们所到之处呢，他们好像都非常乐于把这个这个是亚历山大时期的时候盖起来的东西，这是亚历山大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文物，为什么他们这么津津乐道，不把它当成一个侵略者呢？历史的是非，当它过了几千年之后，它就变成一种文化成果了。那么亚历山大的来，它实际上不管当时它的好处坏处在哪里，实际上是带来了一种这非常陌生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很灿烂。希腊罗马呢，他们有这种雄心，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各国和平，他是这种想法，你知道吗？所以他经常会带一些文化过来。那么至少在这个地方呢，就产生了文化和文化的冲撞。那么只有2种文化冲撞才是文化历史上的大事情。没有冲撞，事情大不了。所以他回想一下，已经忘记了当年的战争，忘记了当年的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就想起一种巨大的文化冲撞在这儿发生，能够留下记忆的是这个。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塔克西拉佛教博物馆，而这个博物馆里面的收藏呢，可以算得上是巴基斯坦比较完整的一个博物馆。那由于塔克西拉呢位处欧亚非3个地方的要冲，再加上受到许多不同文化的冲击，像有这个波斯文化啦，加上来自中国的文化，还有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来到这里之后，又把希腊文化带进来，所以呢也就融合出来一个非常特殊的佛教艺术。那一谈到佛教艺术呢，一个不可以不提的就是犍陀罗佛像了。现在像在我身后这座大佛像呢，这个根据它的考据呢，应该是差不多在西元400年到500年当时的作品。那这样的这样子一个佛像跟中国佛像有什么不同？首先可以看到它的发型就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佛像的发型呢，就比较有一坨一坨这个释迦摩尼头，而它的头发呢，则是属于这种螺丝状的。还有它的这个眉毛跟鼻子，这个眉毛永远是形成一个圆月状，然后跟这个鼻子成为一个直线下来。那它的眼睛呢，就是这样半睁半闭，就好像看到了梦境那么美的感觉。这座博物馆可以说是犍陀罗艺术的宝库。犍陀罗原是以塔克西拉一带为中心的一双王国的国名，但我们现在所说的犍陀罗已经成为犍陀罗艺术的代名词。这种艺术也是指在阿富汗南部以及巴基斯坦北部所发现的佛像总称。在犍陀罗之前，佛陀常用法轮以及莲花作为象征，而从这里开始，第一个具体佛陀雕像被雕制成功，而且一开始便达到顶峰。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越它，这也便是犍陀罗划时代的意义所在。可以说呢，这个塔克西拉只要3个小时就可以全部逛完。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呢，就是这个当初唐玄奘讲经的这个叫讲经台。但是我们以为这个讲经台应该是在一个平地上，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已经爬了一个小山坡了。但是还没看到顶到底是怎么样，跟我们去看一看。这里呢，就是唐玄奘的讲经台遗址了。不太宽敞的大棚下面堆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打坐台，所有的打坐台都是泥砖塑造的，形态极其古朴。大棚的右侧最大的一个讲经台，据说是当年唐玄奘讲经所用。台座上都雕制了各式泥塑的图案。根据历史记载，晋朝的法显和唐代的玄奘因为取经都路过此地。秋雨老师说，一切佛教旅行家跋涉千里，名为取经，实则寻访探讨，一路少不了讲经活动，因此这里的确是他传经布道的地方之一。中国有2个非常著名的佛教旅行家，一个是叫法显，一个叫玄奘。他们到印度去取经啊，他必须要在当时唯一的通道是翻过排米尔高原。排米尔高原在当时叫葱岭，翻过以后第一站就是这儿。翻过以后，尽管他只知道主要的地方不在这儿，但这是第一站。翻过那个高原的九死一生，到了这儿以后就觉得我终于到圣地，我可以歇一会儿了。所以他们都在这儿待过。那么法显大概是在公元402年在这儿待过，那个玄奘呢是公元630年在这儿待过，时间都比较长，而且都在这儿讲学了。这一点呢对我们迁徙之旅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路过来一直想遭遇古人在这儿走的路线，那么遭遇过丝绸之路的人，但是这不是文化考察者。我们在这儿遭遇到了唐僧就是玄奘和法显走的路线，那么他们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就第一次文化教育在这儿就 taxi 了。玄奘他们来的时候，或者法显来的时候，一到这个地方心情一定是非常激动，他们知道犍陀罗我们到了。当犍陀罗国应该很小，因为我看像白沙瓦什么都属于其他的国了，就是我们周围的那些拉哈尔平都属于另外一个国，很多小国，犍陀罗就这么个小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世界艺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同时又是我们中国的佛教旅行者在这儿立脚的地方。我想呢，对于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我们，难民这3个字已经很少出现在我们脑海里面。但是在巴基斯坦，不但是真有其地，而且今天我们还要带您到白沙瓦第4号难民营。
难民的造成原因呢，是因为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苏联军队入侵了阿富汗，那个时候就造成了大量的难民，这些逃难的人民，他们除了往伊朗逃窜之外呢，由于这个巴基斯坦的语言比较相通，所以也就造成了大量的人涌进巴基斯坦。听说在最高峰的时候还高达300多万人。20年过去之后呢，仍然将近有200万难民停留在巴基斯坦。那说到这个难民营呢，由于一般人不可以容许进去的，所以我们的摄制组呢也花了很大的功夫，申请到了这个准许证之后呢，在新闻官的陪同之下进入了。一进入难民营，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便是一群群灰头土脸的孩子。有人说阿富汗战争是本世纪人类的悲剧，而因为这次战争所造成的难民，更是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一次嘲讽。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难民多集中在白沙瓦和奎达。难民营的生活、教育、卫生等诸多问题也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这次的战争长达20年，有些孩子根本就在难民营里诞生，他们也只能从父辈的讲述当中想象中亚的山国昔日美丽。22岁的阿富汗难民穆罕默德·巴兹现在在巴基斯坦做起了地毯生意。他说他的家乡马扎里在16年前已经被炮火全部摧毁，而他有许多年也没有收到家里的音信。他现在非常惦记在阿富汗的母亲和姑姑。他说每一个阿富汗人最痛恨的就是战争。अगली साल हो जाएगी, दूसरी साल हो जाएगी, जब अगली साल नहीं होता अगली साल के लिए हम सोचते हैं कि शायद हो जाए। अच्छा, इसी इंतजार में हमें 15 साल हो गए। 就自从他来了以后，由于战争，他就想我明年能回去，明年不行后年，后年再后年，再一年，这样已经等了15年了。每年都觉得应该要回去。每年都觉得应该回去。但这15年之间，他有没有曾经回去过？ अच्छा, इतने जो 15 साल में कभी गए थे अफगानिस्तान? हम नहीं गए, 一次都没有回去。就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阿富汗小伙子拦下我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他织的地毯，自己手工做的地毯。你看，这个是阿富汗的地图。在此前呢，都是鲜花盛开哈，就是象征着和平。最后呢，就是说，那个前苏联的 USSR，入侵了，那么坦克过来了，开进来了，这个也过来了，这个武装直升飞机、手雷、地雷、坦克都过来了，以至于以后的战争就是把整个阿富汗搞得面目全非、满目疮痍啊，就表示了他们那种渴望和平、厌恶战争的这种心情。他们以这种心情的一种。这种手工艺品这一块简单地毯上表现出来，非常令人心酸呢。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very good idea. Very good. Now we will also Afghanistan. I mean, what Russia. 这里呢，当然是我在伊斯兰堡看过最漂亮的一个林子了。除此之外呢，这个林子还有一个很特别、深具意义哦。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呢，他们称之为友谊林。主要原因是因为在1964年的时候，周恩来先生拜访巴基斯坦的时候，亲手种下了第一棵这个乌桕树，他们也称之为友谊树。后来呢，也就变成一个传统，所有的各国元首啦，然后一些首脑政要，他们来这边拜访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再亲手种下一棵树，所以也就造就了这么一片茂盛的林子。现在就让我们去找一找，到底周恩来先生种的树在什么地方。这位名叫伊克巴尔的老人今年55岁，在这里种树浇水已经整整24年。他说他对于周恩来40年前种的这棵树格外的精心照顾。他说这个是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先生种的树，他每天都是非常精心的照顾，给他浇水，给他修剪，旁边还种了这个矮的那个所以这是这个周恩来先生在64年2月21号的时候来这边种的树，是第一次访巴的时候。第一次访巴的时候。周恩来先生前后曾经5次访巴，也使得中巴友好的关系达到了顶峰，一直到现在，甚至还有很多人常常会说中巴友谊万岁。
在自从64年周恩来先生在巴基斯坦种下了第一棵友谊树之后呢，那一片友谊林已经被后来的这些国家元首们陆陆续续给种满了。现在呢，他们重新开辟了一个新的友谊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呢，就是这个江泽民先生在96年12月的时候来到巴基斯坦种下的一棵南洋杉。我们在卡拉奇采访的这位老人可是非同小可，对于中巴两国友谊来说，他是极其关键之人物，因为他不但是中巴直航的第一位机长，而且在72年还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从巴基斯坦带到了中国，就此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新中国建立后，中美关系一直紧张，而充当连接两国桥梁则是巴基斯坦。当年在周密的安排下，基辛格到了伊斯坦堡就得伪装得病，其实为了要避开记者的耳目，秘密地飞往北京。I was only informed that there is a VVIP flight to Peking. That's all. And when we went to Islamabad, landed there, and the aircraft was positioned in a different place, not the normal VVIP flights which is done with the red carpet and all that. It was a position in the Air Force base. Yes. So, but we didn't know who was going. But you met him until you get there. When we were about to take off, I only came to know when we taxied out that he was on board, because it was dark. It was at night time, at very early morning. So, and when he climbed up the stairs, he had a coat over his head, and it was a secret flight. It was. And how many people on board? 5 or 6 people. Only 2 or 3 from his side, and a few from the embassy, Chinese embassy, and the crew, of course. And the departure time? Was very early. It was dark. We reached our destination early morning. So I don't remember the time, but it was night time. I think. Yeah, it was dark. So that's why I couldn't see him when he was climbing up the steps. But did you talk to him? Yes. Do you still No, while going we didn't talk to him, but on our way back we spoke. He came to the cockpit. But you still remember the conversation? No, he just said, "How are you?" and this and that. A general talk. 老先生回忆说，当时驾驶的飞机是波音737飞机，到了北京之后，就有人把他们带到机场的贵宾室，在那里待了超过24小时之后才飞回卡拉奇。Do you still remember who went there to welcome Mr. No, it was not a big crowd. It was just 1 or 2 cars, 2 or 3 cars. And there's no any one of leader. Maybe some leaders. No, I couldn't tell you that, because there were very few people, and the car's curtains were drawn, you know. Okay. So, and it was very quick. He just got down from the aeroplane into the car, and about 2-3 cars. And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in Pakistan. Only 2-3 cars, and I may be the top people from Foreign Affairs. 基辛格博士曾经在他的回忆录当中用大量的文字描写这一段神奇的经历。他说，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次关键性的开端，今天的中美关系将会怎么一回事。而谁又能够想象，连接这一关系的纽带竟是远在南亚的巴基斯坦。 It was a very, this was the trip which brought China and America together, I think. 在塔克西拉，我们还找到了当年江泽民76年来过的重型机械厂。当时江泽民是作为一个专家小组的组长，为审查援助项目的完成情况而来的。这座由中国援建的塔克西拉重型联合企业，一共耗资了2.4亿卢比，而中国援助就占了1.3亿卢比。这家联合企业于1971年建成。 而现任巴基斯坦交通部常务部长的阿克拉姆·谢赫先生，就是在当年与江泽民先生一起工作的同事。
江泽民先生当时是中国专家小组组长，我一生中呢有幸接待过许多代表团，但江泽民先生对我的留下的印象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在1976年照的合影呢，我一直极为珍视。多年来，我们互相没有联系，直到江泽民先生当选总书记以后，我们才取得联系。我向他寄去了我们当时的照片。这些照片就是当年江泽民与谢和先生一起工作时拍摄的。20年后，当江泽民作为国家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时，他在机场一眼就认出了阿克拉姆·谢和先生，之后他们还热烈的拥抱。我对江泽民阁下说，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特别是对我的留下的印象，是世界上将出现一位伟人。江泽民先生的智慧，他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对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对邻国巴基斯坦表现出的理解，他对未来的展望，对自己国家未来的远见卓识，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远的印象。现在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为能认识这样一位伟人感到十分荣幸。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强力的协助下，12月9日，我们一行人前往总统府去采访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拉菲克·塔拉尔。而巴基斯坦电视台也为我们的采访提供了一切方便。塔拉尔于1998年1月1日当选总统至今，是巴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律师升任总统的人。Pakistan and China share the vision of a peaceful, just and question-free world where every nation, big or small, enjoys the freedom to progr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spirations of its people. We look forward to entering the next millennium together as strategic partners. 车队是在12月9日到达边境城市拉合尔的，大家准备在这里休整一天，然后前往天竺之国印度。拉合尔和巴基斯坦其他城市的气候不同，由于它位于亚热带，所以整个城市绿荫蔽日，常年鲜花不谢。此外，它还是一座历史的古城。相传古代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大帝将首都从德里迁到这里来。这座有帝国特征的印度式伊斯兰建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拉合尔有文化古城之称，而且还素有花园城市之称，但是让我们最感兴趣的呢，还是在这个印巴边界的降旗典礼。这降旗典礼呢，可以堪称世界一绝啊，世界奇观。这个双方呢，这个降旗典礼是在每天的傍晚，大概在太阳下山之前，也大概在4点半左右。这双方的士兵呢，会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非常整齐的动作，一起来把这个双方的国旗给降下来。虽然是在一个非常有默契而且非常平和的状况之下来进行这个仪式，但是两方这个互相较劲的气味还是非常非常的浓厚。从他们的服装上面，从他们的动作上面呢，这个谁也不愿意输给谁。但是呢，我们刚刚稍微做了一下比较呢，就是说明显的巴基斯坦方面的这个服装呢，好像稍微略逊一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印度的士兵呢，他们穿的是真正的马靴，因为他们在做踏步的时候呢，那个声音非常的大。但是在这个巴基斯坦这方面呢，他们穿的这个鞋子呢，就是属于这种皮凉鞋，但是他们为了要造出比较大的噪音呢，所以他们就在这个鞋底上面钉了一些什么铁钉啊、铁片一类的东西，期待可以把这个声音弄得大一点。降旗仪式是在两边士兵异口同声的呐喊中开始的，接着两边陈列的士兵大步流星，形态夸张地奔向边境。在两侧群众的鼓噪声中，他们义愤填膺，怒目相向。士兵每踏一步，都似乎要将自己的皮鞋剁碎，把关节剁散。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边的士兵动作可以说是分毫不差，可说是默契十足。
不是生气，他们就是像公鸡一样，瞪大了眼睛，头上的羽毛会噔这样抖动一下，宣扬国威。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风光明媚的印巴边境，我们看不到炮火，也闻不到火药，却看到了这样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短戏。正如余秋怡老师所说，我们一路走过的过程都是悲剧，在这里却看到了一出真正的喜剧。